很多时候啊，我们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顿饭，一起叫外卖，一起网购。那由于会拥有 delivery fee、service tax 或者我们 apply voucher 等等的情况，就会导致我们要计算出每一个人应该给多少钱的这个步骤变得有一些的麻烦。特别是在现在这个 delivery 的服务已经非常普遍了的时代。这里我就举一个例子，假如今天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叫外卖，你叫了一份5块钱的食物，你朋友叫了一份10块钱的食物，那到最后再加上 delivery fee 3块 ，service tax 3块，一共你们2个人总共需要给21块。那在现在这种情况底下，到底你和你的朋友2个人分别应该给多少钱才是最公平、最公正的呢？那考大家，你可以先暂时暂停一下这个 video， 思考一下。好的，那首先可能你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方的人，你不介意一点小钱，那你觉得直接拼出一半，你给10块半，你的朋友给10块半，其实也没有关系。特别是在如果你们2个人的食物价格差别不是这样特别大的时候。但是其实当雪球越滚越大，毕竟我们每天都是需要吃饭的嘛，那时间长久了过后，那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中多了很多不必要的亏损。就如我刚才向大家发出的提问，可能你的答案是你需要给8块，你的朋友需要给13块。这边先提前透露给你的就是，其实这并不是最准确的答案，等下我会告诉你原因，但是答案是比8块还要少的。而假设今天你已经知道最公平的方法是怎样，但是你的朋友不知道，可能你在计算这个数目给你的朋友的时候，你其实主动的吃了一点小亏，但是其实吃一点小亏在朋友面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最惨的就是可能你的朋友不知道你其实是已经吃了一点小亏，甚至于可能你的朋友还以为吃亏了的是他自己，可能他觉得负责订外卖的你其实已经偷偷赚了他几毛钱。当然我知道可能很少人会这样子想，但是朋友之间呢，钱方面还是算得清楚一点，比较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让友情可以更加长久。那我这里就透露一下刚刚拿到题目的答案，答案是你只需要给7块钱，你的朋友需要给14块钱。为什么？其实这是根据数学里面我们公认的计算方法。那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是5块跟10块，它的比例是1:2，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你们要给的钱的比例也必须会是一样的，也就是7:14，它其实它的比例也是1:2。那到底要怎样去计算这个东西，或者讲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很快的就可以计算到这个吗？不用担心，其实我就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我自制的模板。那运用这个模板呢，可以让你每次在下单之后用不到10秒钟的时间，快速的算出你和你的朋友或者是朋友们分别需要给多少钱。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解一下这个模板要怎么使用。好的，那在学习如何使用这个模板之前，那我们需要先有这个模板嘛？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到我这支影片下方的描述栏，点击第一排的那一个 link， 点进去过后，你就会来到 Google Spreadsheet， 然后你可以直接把它下载，然后用你的电脑的 Excel 打开就可以了。那我们马上就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我平时会如何去使用这个计算模板。假设今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叫外卖，那我的朋友告诉我他要吃什么，然后我就帮他下单，放在同一单里面，比较容易拿到voucher。下单之后呢，我就会拿到一个 receipt， 一个收据嘛，大概是这样子的。那有了这个收据之后，由于这里会有一些比如 discount， 还有 voucher， 有时候还会有一些 delivery fee， 那这个部分。所以最后需要给的钱并没有原本的那个菜单的价格那么高。那到底每一个朋友他们分别要给多少钱呢？也非常简单。那首先我就会先把这个 receipt 呢发去给我的朋友，然后我就会去计算。这边有4样食物，我就会点击下方的 4 items。那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个收据，我就先把它 copy paste 过来。然后怎样使用这个模板呢？非常简单。这些显示的是食物在经过折扣或者加 service tax 之前的价格，那我们就把这些价格呢填写在这一栏的那4个白色格子里。所以是13块半、13块8、13块半、13块8，然后11块3，还有10块8。用了2秒钟把它填好过后，那我只需要在右下角的这个青色的格子填下我们最终实际上给的钱。需要注意的，你要填的钱是这个，而不是在折扣之前的钱，因为这个折扣之前的钱其实我已经有放了一些 formula 可以自动结算出来的。那我们要在下方的这个31块5毛2是实际上我们只需要给31块5毛2，我就把它填写在这里。那我只需要轻轻的 enter， 它就会出现每一个朋友到底每一份食物实际上应该给我多少钱了。那
就比如讲这个叉烧烧肉的饭，可以就是原价是3块半，最后经过折扣只需要给我8块6毛1。那我接下来会怎么做呢？我去把这个表 highlight 起来，然后点击 Ctrl C， 也就是把它 copy 起来，然后就会打开聊天室，比如 WhatsApp， 然后就 send 给我的朋友。那我在点击 Ctrl V paste 下来的时候，一般上它会直接以这个美美的图片的形式发给我的朋友，那我的朋友就可以很容易的就知道，假如我的朋友叫的是这份，叫的是叉烧烧肉，那他就知道他需要转8块6毛1给我，然后就解决了。好的，那现在我们就来聊一聊，那这个表格的由来是怎样的，或者讲它背后的计算原理是怎么样的。假设U 之前这边我有加一个栏是 for receipt， 那也就是讲，假如今天有2个人，那他们交的食物的费用是一样的，都是5块。最终如果讲我们没有任何的其他费用，那最后是10块。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很显然就是一人给5块哦，就给你自己吃的钱就可以了。那一样，我只是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就算是在任何情况下，我的这个表格呢还是可以使用的。你就可以看到右侧这个黄色 highlight 的部分，就是我们要给的钱。那假设今天有3个人呢，也一样。你填写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填去这个去 item 的部分，我把这个 copy paste 过去。假如我们今天有3个人，那第3个人如果讲他也是交5块的话，很明显就是一人给5块哦。当你把它填写在这边的时候，也一样是一个人给5块的。那当然，如果讲是一样多的价格的话，在这种情况底下呢，那我们就来看看，如果讲我们有一些其他的费用，假设我们有一个6块钱的 service tax 加 delivery fee， 那根据逻辑来讲，由于我们本身交的食物本来就是一样价钱的嘛，那这个6块就会被我们2个人平除咯，就是一个人3块，所以5块加3块理应一个人要给8块，逻辑吗？非常的逻辑，因为原价总共的价格是16块，2个人吃一样大份的食物，所以就一人给8块。那当你把它填写在这里的时候，一个是5块，一个是5块，这是原价。那你不需要理其他的事情，你只需要填这个青色 highlight 的部分，也就是最终的原价不好意思，最终的总共你们实际上给的价钱16块 ，Enter 就会出现每个人给多少钱了。OK， 同样如果是3个人也一样，如果讲你是6块钱，一样是6块钱的话。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多一点人一起分担那个外卖费会比较划算，是这样子的原因。那6块钱3个人就是一个人平均给2块，所以照理讲每一个人是7块嘛。一样，当你把它 key in 在这里的时候，5块5块5块，这边你们实际上给21块，那这边就会显示出每个人要给多少钱了。当然，我以上所展示给大家看的这4个例子呢，是非常容易的例子来的，就是如果讲我们每个人都交一模一样价格的食物，那其实在这种情况底下，我甚至都不会用这个表，我不会用我的模板，因为当它是一样的食物，你只需要把你的总数都得拿来除以你有多少个人，比如21除3就拿到7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需要使用这个模板的。那我只是想要给你看看它背后的原理而已。那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这个模板呢？就是当我们的食物价格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拿我们在影片最一开始的时候放的例子好了。那5块，你交5块的食物，你的朋友交10块的食物。那如果讲 delivery fee 加 service tax 还是6块的话，你们其实一人应该多少钱呢？那其实不是3和3，而是2和4。为什么这样子讲？你可以这样子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朋友交一份10块钱的食物，那可能这个10块钱的食物是比较好料或者是比较大份的，所以那个餐馆呢，在包装这个比较大份的食物的时候，它就需要用比较大的纸盒。同样的，假如你今天跟你的朋友网购，你买一个5块钱的东西，你朋友买一个10块钱的东西，我们就假设，假如这2个是同样性质的东西，那你的朋友买10块钱，可能这个东西是比较大份的，所以这个比较大份的东西它就会比较重，那相应的邮费也会比较高，所以你的朋友要给的是4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方法才是最公平的。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找这个2和4呢？不好意思，要快速的算出这个总数，也就是7块以及14块，你就只需要放在这里就可以了。一个人是5块，一个人是10块，那最终的价格是21块，所以你需要给7块，而你的朋友需要给14块。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 copy paste 给你的朋友，他就知道他需要给多少钱了。那以上就是这个template 的用法。最后呢，我为大家准备了4个例子。
额外的另外的4个例子，那这边就快速的为大家演示一下。比如第一个例子是2个食物，只要是2个食物呢，你就去到 To Items 这边就可以了。那一样，这间店呢，一个是11块，一个是14块半，它的食物原价，原价都是有一点贵。然后我们 apply 一些 voucher， 最后只需要，最后我们的价格是15块半而已，因为我们有 Pro Delivery Fee 减免，然后再放一些 voucher， 所以15块半一个人大概要给多少钱呢？这就是答案。所以这2个差别其实并不是讲很少，差原价差3块半，那实际出来的答案也是差大概2块钱。当它的食物价格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把它算得更清楚一点，其实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因为假设讲在有一些时候，当我想要省钱的时候，那我就去叫一些比较便宜的食物，那我也就给相应的比较便宜的钱。那如果有时候我想要更加享受人生，我想要吃一个更贵更好料一点，那我就去叫贵一点的食物。但是我也不需要担心，就是当我叫贵一点的食物的时候，总体价格被提升的时候呢，我的朋友就会因为我而被影响，需要给比较高的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就不会有任何的愧疚感，我可以放胆的想叫便宜就叫便宜，想叫贵就叫贵。那我们去看下一个例子，这是第3个例子，那是3样食物嘛，那我们就去 item 这边，它的食物原价是13块9、15块9以及13块9。可以看到真的是几秒钟的事情，然后总共最后的价格是掺了一些其他的 voucher 是22块7毛7，所以每个人要给的价钱是这样。可以看到，当你的食物的价格本身是一样的时候，那你实际上要给的价格自然也会是一样的。再来，我们看最后第2个例子，那这是这边要给大家看看，就是有些情况下呢，在有一些的外卖平台或者 receipt 里面，它会这样子写。这是2份东西，它会把它 combine 在一行。那在 combine 一行之后，由于它其实是2个人不同的人交的嘛，你的2位朋友交的，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 key in 的时候，我们把它拆开就可以了。那3个朋友一起交的食物，所以有3个 item， 我们就放在这里。所以第一个是22块6，是2个人的份，一个人的份其实就是11块3，我们就把它拆成另外的2行。那最后一份食物10块8。10块8的鸡胸饭，那最后呢，我们需要给的总共价格是20块7毛2，所以当然出现了，很像这种情况呢，原价差别5毛而已，那到最终的差别其实也没有讲特别大。假如讲有时候你懒惰算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除3就可以了。但是当然，其实用这个表格算也是不到10秒的时间。那最后我们去到我们的最后一个 receipt， 那这个呢是比较多份的食物，有一共5份食物，我们就去 5 item 这边，可以把它配下来。第一份食物10块9的原价，然后13块8、11块7、8块8，然后最后是2块8，这是食物的原价。那最终需要给的总共价格是25块6 ，and 就会出现每一份食物要给多少钱了。有时候呢，假设你的朋友呢，他是叫一个主食，然后加1份水或者点心之类的，那他就需要给2个 item 的钱哦。那他可以自己把它轻易的把它加起来就可以了。那以上就是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个模板。在计算好一切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计算出来的结果 copy paste 给你的朋友就可以了。那有时候在比较繁忙的时代，就比如考试周，那我有时候也其实不会讲每一次在一下单之后就来计算，而是我会留在一整个星期过了，然后我才一次过算完一整个星期的量。毕竟其实如果你算一个这个不需要10秒钟，那你1个星期的食物的外卖食物总共你需要花的时间其实也就大概1到2分钟就可以算完一切了。那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当你知道怎么算，你还要让你的朋友知道要怎么看这个表。你可以跟他解释，或者更容易的方法就是你直接把我的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他，让他去了解到底这个表怎么看，或者它背后的计算原理是什么，那就大功告成啦。好的，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所以一般上呢，在我们下单之后，我们会有一个 receipt， 那你可以先把这个 receipt share 给你的朋友或者你的群组里，然后你就用这个 template 把它计算出每个人要给多少钱，然后把这个计算结果 copy paste 去你的群组或者朋友，那你的朋友就会知道需要还你多少钱，然后就可以直接转账给你，就完成啦。自从制作好这个模板之后，每一次使用它，其实都可以帮助我节省超多的时间，而且让我跟我的朋友之间，每次在下单之后都不需要去烦恼到底是谁不小心出多或者出少，可以在又公平又省时间的情况下，快速的完成这一切，让我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做其他事情，让我们的外卖和网购之路走得越来越顺利。
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到你。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帮我点一个赞，记得把我的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那你们就可以随时开始去尝试使用这个模板，在以后的这个外卖之路或者网购之路走得更加顺利。与此同时，如果你对我这一期的影片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都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或者讲你对我之后的影片有什么题材建议，也可以在评论下面跟我讲。那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之后的影片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拜拜。